今天咱们不聊别的，就来聊聊最近让我疯狂心动，甚至恨不得立刻买张机票飞过去的一个绝美画面。6月的仲夏时节，正是咱们国家北方最舒服、最生机勃勃的时候。当你刷到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草原繁花似锦的视频，再配上卡布勒下划线周深那仿佛能洗涤灵魂的歌声，唱着那句让人热泪盈眶的"我的祖国这么美"，说真的，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，感觉连呼吸都变得轻盈了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好好唠唠这片旷野上的繁花，还有周深那不可多得的天籁之音，到底是怎么做到把咱们的视觉和听觉拿捏得死死的。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绝美的舞台，内蒙古通辽的扎鲁特草原。可能有些朋友对扎鲁特旗还不是特别熟悉，但只要你一踏上这片土地，你就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辽阔。仲夏时节的扎鲁特，没有盛夏那种焦灼的燥热，也没有初春那种料峭的微寒，一切都刚刚好。这里的草原不是那种一望无际、单调乏味的绿毯，而是有着丰富地形起伏的丘陵、草地、河流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极具层次感的视觉张力。抬头看，是那种蓝的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空，大朵大朵的白云仿佛触手可及；低头看，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。我个人一直觉得，大自然是最顶级的舞美设计师。扎鲁特草原的美，美在它那种不加滤镜的真实感和包容感。当你站在高处往下看，风吹过草浪，那种连绵不断的动态美，是任何城市里的钢筋水泥都给不了的。说真的，每次看到这种大场景，我这颗被都市生活挤压的有些疲惫的心，瞬间就被治愈了，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。咱们平时总说要寻找诗和远方，其实远方不远，就在祖国这片广袤的旷野里，它随时准备着拥抱每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。接下来，咱们得好好夸夸这片旷野里的绝对主角报春花和虞美人。视频里那种繁花似锦、遍野盛放的震撼，真的不是随便用个成语就能概括的。从植物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来看，报春花 Primula 和虞美人 Papavera rheas 能在草原上形成如此大规模、高密度的群落，本身就说明了扎鲁特草原生态环境的优越和土壤的肥沃。你看那报春花，一簇簇的，颜色明黄或者淡紫，就像是散落在绿毯上的碎金和宝石。它们植株不高，但胜在密集，那种生机勃勃的抱团感特别能打动人心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生命的力量。而虞美人呢，那就完全是另一种气质了。虞美人的花瓣质感极佳，薄如蝉翼，在阳光下甚至有一种半透明的丝绸光泽。那抹红色，红的热烈，红的纯粹，在绿色背景的衬托下，色彩饱和度直接拉满，视觉冲击力极强。从美学的角度来点评，这两种花的搭配简直是绝了。报春花负责点，虞美人负责线和面，它们在风中摇曳的姿态，又给静态的画面注入了灵动的时间感。说真的，我每次看到虞美人那种随风起舞，仿佛随时会乘风归去的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美，心里都会涌起一种对生命力的敬畏。它们不需要温室的呵护，就在这旷野的风中肆意绽放，这不就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那种坚韧不拔、向阳而生的写照吗？看着它们，你会觉得生活里那些烦心事简直不值一提。好了，风景再美，如果没有好音乐的加持，可能也就只是个普通的风光片。但这次不一样，因为背景音里响起了卡布勒下划线周深的歌声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周深的声音天生就是属于大自然的，它仿佛自带一种万物有灵的滤镜。从声乐专业的角度来分析，周深的音色有一种极其罕见的空灵感和纯净度。他的头腔共鸣用得极其巧妙，高音区不仅不刺耳，反而带着一种玉石相击的清脆和通透。在处理这首赞美祖国山河的歌曲时，他没有选择那种传统主旋律歌曲里常见的大嗓门或者喊唱，而是用了非常高级的弱混声和气声来铺陈主歌。这种处理方式就像是在你耳边娓娓道来，亲切的不得了。我个人特别迷恋他唱歌时的那种诉说感和真假音无缝转换的技巧。他的咬字非常清晰，但又带着一种温柔的颗粒感。当他的声音在草原的上空回荡时，你仿佛能感觉到那声音是有形状的。它像一阵微风，轻轻拂过虞美人的花瓣，又像一缕阳光，穿透了报春花的缝隙。说真的，听周深唱歌，我经常会有一种头皮发麻的生理反应，那是他的声音频率与我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振。他不是在表演一首歌，他是在用声音给这片草原配音，这种人与自然的契合度真的是内娱独一份的，太珍贵了。咱们再往深了聊聊这首《我的祖国这么美》，或者说周深演绎的这种赞美祖国之美的音乐主题。其实唱主旋律，唱大好河山，很容易落入假大空的俗套，
但周深偏偏能把它唱进人的心坎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歌声里有真情，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眷恋，在这首歌的演绎中，你能听到他情感的层层递进。编曲上，你能明显感受到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流行编曲的巧妙融合，可能是悠扬的马头琴，也可能是清脆的笛声，这些元素与周深现代流行唱法的结合，碰撞出了一种奇妙的国潮火花，既有民族的根，又有时代的魂。我个人认为，最高级的爱国表达，不是声嘶力竭的喊口号，而是像周深这样，用一种极其细腻、极其温柔的视角，去抚摸祖国的一草一木。当他唱到动情处，声音里那种微微的颤抖和逐渐爆发的力量感，强混声的 push 技巧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眼里有光，心中有爱。说真的，每次听到他唱这种歌，我都会忍不住鼻酸。这种感动，不是因为你被强行灌输了什么大道理，而是因为你通过他的歌声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感受到了那种由内而外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。他的歌声，就是咱们祖国最美的一张听觉名片。把扎鲁特草原的繁花和周深的歌声放在一起，这其实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视听通感实验。视觉上的繁花似锦是空间的延展，听觉上的天籁之音是时间的流淌。当虞美人的红与周深声音的暖相互交织，当报春花的黄与他声音的亮相互呼应，你会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 MV 或者短视频了，而是一件直击灵魂的艺术品。我个人的感受是，这种结合打破了传统风景宣传片的刻板印象。它不再是冷冰冰的地理科普，而是有了温度，有了呼吸，有了情感。周深的歌声就像是这片草原的灵魂，而草原的繁花则是他歌声的实体，两者互相成就，互相赋能。说真的，在这个快节奏、充满焦虑的时代，能静下心来，花几分钟时间去欣赏这样一部融合了自然之美与音乐之美的作品，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它让我们重新找回了感知美的能力，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内蒙古扎鲁特草原的仲夏繁花和周深那首动人的《我的祖国这么美》，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理由，去热爱这个世界，去热爱我们的祖国。咱们总说生活很累，压力很大，但其实只要咱们愿意放慢脚步，去听听风的声音，去看看花开的姿态，去感受一下那些能触动灵魂的音乐，生活处处都是风景。周深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，祖国的美不仅在宏大的叙事里，更在扎鲁特草原那一朵随风摇曳的虞美人里，在每一寸充满生机的泥土里。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心里痒痒的，恨不得立刻出发去草原看一看，去闻一闻那夹杂着花香的微风？或者是不是也想戴上耳机，再循环一遍周深的歌，让心灵放个假？无论如何，希望这片旷野的繁花和这动人的歌声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。咱们祖国这么美，值得我们去走遍每一个角落，去聆听每一段故事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，咱们下期再见啦。